陈建华躺在病床上，准备向妻子坦白藏了15年的秘密。秀梅，关于我和……话还没说完，韩秀梅淡淡开口了一句话，让他瞬间瞪大眼睛，脸色煞白如纸。他万万没有想到妻子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这场持续15年的游戏里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0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，韩秀梅站在阳台上晾晒着刚洗好的床单，隔壁传来搬家的声响。她探头一看，是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，女人长得颇为清秀，约莫27、8岁的样子，正指挥着搬家工人小心搬运家具。这家人看起来挺不容易的，韩秀梅在心里想着，看那女人独自一人带孩子，想必是离了婚的。晚上陈建华下班回来，韩秀梅一边盛饭一边说道，隔壁搬来新邻居了，是个带孩子的女人，看起来挺困难的。陈建华点点头，埋头吃饭，看起来并不怎么关心这个话题。第二天早上，韩秀梅出门上班时，正好遇到那个女人送孩子上学，两人在楼梯间相遇。韩秀梅主动打招呼，你好，我是隔壁的邻居，我叫韩秀梅。你好，我叫程婉，这是我儿子小雨。女人的声音很轻柔，脸上挂着礼貌的笑容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，大家都是邻居。韩秀梅热情地说道，这是她一贯的性格，总是愿意帮助别人。程婉连连道谢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韩秀梅经常帮程婉一些小忙，比如代收快递，或者程婉加班时帮忙照看一下小雨。陈建华起初对这个邻居并不怎么上心，可慢慢的，韩秀梅发现丈夫开始主动关心起程婉来。程婉家的水龙头坏了，我去帮她修一下。某个周末，陈建华主动提起这事。你还会修水龙头？韩秀梅有些意外，印象中丈夫并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，简单的毛病，举手之劳而已。陈建华说着就拿起工具箱出了门。韩秀梅当时并没有多想，只是觉得丈夫难得这么热心助人，心里还有些高兴。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。陈建华偶尔会帮程婉修修补补，韩秀梅也经常和程婉聊天，两家的关系越来越熟络。程婉是个很有分寸的女人，从不主动麻烦别人，每次接受帮助后都会想办法回报，比如做些小点心送过来，或者帮韩秀梅买菜什么的。韩秀梅觉得这个邻居人很不错，心地善良，也很懂事，有时还会想，要是自己也有个女儿，希望能像程婉这样温柔可人。他们的女儿雅琪那时正在读初中，是个性格活泼的孩子，经常和程婉家的小雨一起玩耍，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那段时间是韩秀梅记忆中最平静的日子，家庭和睦，邻里和谐，丈夫工作稳定，女儿学习优秀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慢慢的，韩秀梅开始察觉到一些微妙的变化。2010年的夏天，陈建华开始频繁的加班，经常到很晚才回家，有时甚至直接在单位过夜。最近项目很紧，没办法，陈建华总是这样解释。韩秀梅也没有多想，毕竟建筑行业确实经常需要加班。可是她渐渐发现，丈夫回家后话越来越少，即使在家也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手机也变得格外重要，无论去哪里都要随身携带。有一次，韩秀梅想用她的手机打个电话，
陈建华的反应异常激烈：“你用你自己的手机，别动我的。”那一刻，韩秀梅心里闪过一丝不安，可她很快就说服自己，也许丈夫只是工作压力大，心情不好而已。陈建华对程婉的关照也越来越明显，程婉家里有什么事，他总是第一个出现，而且每次帮忙的时间都很长。韩秀梅偶尔会开玩笑说：“你对程婉比对我还好。”陈建华总是不自然地笑笑：“都是邻居，应该的。”1年后，韩秀梅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让她疑惑的事情。她去程婉家借醋，敲门时听到里面有男人的声音，可等程婉开门时，屋里却只有她一个人。刚才屋里是不是有人？韩秀梅随口问道。哦，电视里的声音。程婉的回答有些慌乱，脸色也微微发红。韩秀梅当时没有深想，可后来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她开始怀疑程婉家里经常有男人来。有一次深夜，韩秀梅起来上厕所，听到隔壁传来很轻的说话声，是程婉和一个男人在说话，声音很低，听不清具体内容，可那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。韩秀梅站在卫生间里仔细听了一会儿，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可她又不敢确认自己的猜测。第二天早上，陈建华起床时衣服有些凌乱，身上还有淡淡的女人香水味。你昨晚几点回来的？韩秀梅试探着问。11点多吧。你睡得太沉了，没听到。陈建华说着就去洗澡了。可韩秀梅记得很清楚，昨晚12点她还没睡着，根本没有听到开门声。这样的疑点越来越多，韩秀梅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。可她选择了沉默，她害怕证实自己的猜测，也害怕面对可能到来的风暴，更害怕这个看似完整的家庭会因此破碎。又过了1年，韩秀梅终于确认了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。那天下午，她下班早，回家时看到程婉正在楼下买菜，陈建华竟然也在那里，两人站得很近。陈建华还帮程婉提菜篮子。更让韩秀梅震惊的是，她看到陈建华轻抚了一下程婉的脸颊，动作很轻很快，可那种亲密是无法否认的。韩秀梅躲在楼道里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原来自己的猜测都是对的，丈夫真的出轨了，而对象就是自己一直善待的邻居。那一刻，韩秀梅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，可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擦干眼泪，若无其事地走出楼道。03，程婉，买菜呢？她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。程婉明显被吓了一跳，脸色有些苍白。韩姐，你回来了。陈建华也有些尴尬，不自然地说：“我正好路过，帮程婉提一下菜。”那就好，我先上楼了。韩秀梅淡淡地说着，转身上楼，步伐依然稳健。可是回到家里，韩秀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蹲在客厅里痛哭起来。她哭的不只是丈夫的背叛，更是自己这些年来的天真和愚蠢。哭过之后，韩秀梅坐在沙发上，开始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处境。女儿雅琪正在读高2，还有1年就要高考。这个时候闹离婚对孩子的影响太大，而且以自己的条件，一个40多岁的女工，离婚后能有什么好的选择呢？陈建华虽然出轨，可在经济上对家庭还是有贡献的。他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。想来想去，韩秀梅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决定看起来很屈辱，可对当时的韩秀梅来说，却是最现实的选择。她需要时间，需要等女儿高考结束，需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。从那天起，
韩秀梅开始了自己的表演生涯。她依然对程婉保持着表面的友善，依然和陈建华正常的生活，只是心里多了一层防备。陈建华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在韩秀梅面前依然装出一副好丈夫的样子，对程婉的关照也变得更加小心。可他哪里知道，韩秀梅早就看穿了一切，只是选择了沉默而已。2013年，雅琪顺利考上了大学，韩秀梅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女儿要去外地读书，家里就剩下她和陈建华2个人，这让他们的出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陈建华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经常几天都不回来，电话里总是说在工地上。韩秀梅也不再追问，她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工作，在厂里表现积极，还报名参加了一些技能培训。同事们都夸她最近精神状态很好，工作也很认真。韩秀梅总是淡淡的笑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程婉对她依然客气，有时还会送些小礼品过来，韩秀梅都会礼貌地接受。两人表面上还是好邻居，可韩秀梅心里很清楚，这个女人在演戏，自己也在演戏，大家都是演员。2014年的春节，雅琪回家过年，一家3口难得团聚。陈建华也表现得格外殷勤，又是买菜又是做饭，俨然一副好丈夫好父亲的样子。爸爸变了好多，比以前温柔了。雅琪私下对韩秀梅说，韩秀梅苦笑着点点头，心想如果女儿知道真相，还会这样说吗？春节期间，程婉带着儿子回老家了，陈建华果然每天都在家，这更加证实了韩秀梅的判断。可她依然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静静地观察着，记住每一个细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韩秀梅发现自己的心态在悄悄发生变化，起初的愤怒和痛苦逐渐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的观察和等待。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也许离婚并不是最坏的结果，也许重新开始对她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。2015年，雅琪大2了，在学校里表现优秀，还谈了男朋友。韩秀梅为女儿的成长感到欣慰。陈建华的出轨已经进入了第7个年头，他和程婉的关系也越来越稳定，就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。有时韩秀梅会想，也许这样的安排对大家都好，她不用忍受一个不爱自己的丈夫，陈建华也能和真正爱的人在一起。可这种想法刚一出现就被他压了下去，因为他知道这种所谓的和谐是建立在欺骗之上的。2016年，韩秀梅在厂里的职位有了小幅提升，工资也涨了一些，这让她的经济状况稍微好转。她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，虽然还没有具体的计划，可心里已经有了一些想法。陈建华对她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，从最初的愧疚到后来的冷漠，再到现在的习以为常。他似乎觉得这样的生活安排很不错，既能维持家庭的表面完整，又能和情人享受爱情的甜蜜。韩秀梅看在眼里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可表面上依然平静如水。2017年，程婉的儿子小雨考上了重点高中，程婉专门请韩秀梅吃饭，表示感谢，说是感谢她这些年来的帮助。饭桌上，程婉说：“韩姐，这些年来真的很感谢你，要不是你帮忙，我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很困难。”韩秀梅淡淡的笑着：“都是邻居，应该的。”心里却在想，如果程婉知道自己早就知道真相，还会说这样的话吗？2018年，雅琪大学毕业了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
还和男朋友订了婚。韩秀梅为女儿的幸福感到高兴。这时的她已经48岁了，外表上看起来依然端庄，可心里却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。10年的隐忍生活让她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情感，无论内心多么波澜壮阔，表面都能保持平静。陈建华有时会问她：“你最近看起来心情不错。”韩秀梅总是淡淡地说：“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觉得生活还不错。”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安慰自己，也像是在安慰他。2019年，雅琪结婚了，婚礼上韩秀梅强颜欢笑，可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孤独感。女儿成家立业，她的人生任务似乎也完成了一大半，接下来该为自己考虑了。可是自己还能有什么选择呢？一个快50岁的女人，除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，还能做什么？陈建华在婚礼上表现得很兴奋，逢人就说女儿多么优秀，自己多么自豪，就像一个真正的好父亲。程婉也来参加了婚礼，作为邻居身份，她表现得很得体，还送了一份不轻不重的礼品。看着他们2个在自己女儿的婚礼上演戏，韩秀梅心里有种荒谬的感觉。婚礼结束后，家里就剩下韩秀梅和陈建华2个人，气氛变得更加微妙。陈建华几乎不回家吃饭了，即使回来也是很晚，2人之间的对话少得可怜。韩秀梅有时会想，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可惯性是强大的，她依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。2020年，疫情来了，大家都被困在家里，陈建华不得不和韩秀梅朝夕相处。那段时间是他们结婚以来相处时间最长的日子，可2人之间却没有因此变得亲密。陈建华经常躲在房间里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韩秀梅知道他在和程婉通话，可他依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程婉也被困在隔壁，有时会敲门借些东西，韩秀梅总是很痛快地借给他，2人还会客套地聊几句。这种虚伪的和谐让韩秀梅感到窒息，可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2021年，生活逐渐恢复正常。陈建华又开始了他的双面生活。韩秀梅发现自己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，她不再痛苦，也不再愤怒，只是麻木地接受着这一切。有时她会想，也许这就是中年人的生活，大家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，即使不快乐，也要继续下去。2022年，韩秀梅52岁了，她开始考虑退休后的生活。也开始为自己存一些私房钱，这些钱存得很隐蔽，连陈建华都不知道。他想，如果有一天需要独立生活，至少不会太困难。程婉的儿子小雨考上了大学，程婉请韩秀梅吃饭庆祝，席间还提到了感谢陈建华这些年来的帮助。陈大哥人真好，这些年帮了我们母子很多忙。程婉的话听起来很真诚，韩秀梅笑着点头，她就是这样的人，乐于助人，心里却在想，程婉说的帮忙到底是指什么呢？那一刻，韩秀梅突然有种想要掀桌子的冲动，想要撕破这层虚伪的面纱，让所有人都看清真相。可她最终还是忍住了，继续保持着表面的平静。2023年初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陈建华开始频繁地咳嗽，起初他以为是感冒，可咳嗽越来越严重，还带有血丝。韩秀梅劝他去医院检查，陈建华却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可情况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最后连程婉都劝他去看医生。这时韩秀梅才意识到，程婉对陈建华的关心比自己这个妻子还要明显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肺癌晚期，
医生说最多还有6个月时间。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。韩秀梅虽然对陈建华早已没有爱情，可听到这个消息还是震惊不已。陈建华更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一个52岁的男人，正值壮年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医生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身体一直很好的。陈建华不停地问医生，医生摇摇头，报告很清楚，而且已经扩散了，错不了。回家的路上，陈建华一言不发，韩秀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个消息传开后，程婉的反应很奇怪，她没有像以前那样主动关心，反而开始和陈建华保持距离。韩秀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，心里暗自讥讽，原来程婉也不过如此。患难见真情这句话果然没错。陈建华也发现了程婉的疏远，可他现在自顾不暇，也无心去想太多。住院治疗期间，韩秀梅每天都去医院照顾陈建华，端茶送水，问寒问暖，就像一个尽职的妻子。程婉只来过几次，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，借口说工作忙，没时间。陈建华看在眼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。秀梅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有一天，陈建华握着韩秀梅的手说道。韩秀梅淡淡地说：“我们是夫妻，这是应该的。”可心里却在想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随着病情的恶化，陈建华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，有时会突然发脾气，有时又会莫名其妙地流泪。韩秀梅都默默地承受着，没有任何怨言。病房里的其他患者家属都夸韩秀梅是个好妻子，说陈建华真有福气，娶了这样的女人。韩秀梅听了只是苦笑，如果他们知道真相，还会这样说吗？陈建华的愧疚感越来越强烈，他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的行为，觉得对不起韩秀梅。程婉的冷淡让他看清了什么是真感情，什么是假关心。他开始珍惜韩秀梅的陪伴。秀梅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有一天晚上，陈建华突然开口，韩秀梅正在削苹果，听到这话手微微一顿。什么事？关于我和程婉。陈建华的声音有些颤抖，韩秀梅的心跳瞬间加速。这一刻终于来了，她等待了15年的这一刻，可她表面上依然平静，继续削着苹果。你想说什么？陈建华深吸一口气，握住韩秀梅的手。秀梅，这些年我对不起你，我和程婉，我们……就在这时，韩秀梅嘴角露出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笑意，平静地开口说了一句话。这句话如雷劈一般击中了陈建华，他瞪大眼睛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脸色瞬间煞白如纸。韩秀梅看着他，然后缓缓开口说道：“建华，你觉得我这15年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”陈建华的声音在颤抖，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韩秀梅依然很平静，就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我说，你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你和程婉的事吗？从2012年开始，我就知道了。陈建华的手剧烈地颤抖着，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听到这样的话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你要是知道，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闹？他的声音几乎是在嘶吼。韩秀梅淡淡地说：“因为当时雅琪还在读书，我不想影响她的学习，而且我也需要时间来考虑自己的将来。这不可能！你要是知道，怎么可能这样平静？”陈建华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我当然不平静，我也哭过，也恨过，可哭完之后，我想明白了。与其和你们撕破脸皮，不如选择隐忍。
韩秀梅的话每一个字都像利刀一样刺向陈建华的心脏。那这些年，你为什么还要照顾我？为什么还要做一个好妻子？陈建华的眼泪流了下来。韩秀梅看着他，眼中没有同情，只有一种冷静的可怕的平静。因为我在等雅琪成家立业，等你老了病了，等到合适的时机。什么合适的时机？陈建华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。离婚的时机。韩秀梅的话简洁而有力。我这15年来一直在为离婚做准备，存钱、学法律，了解你的财产状况，我什么都准备好了。陈建华彻底崩溃了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以为蒙在鼓里的妻子，竟然早就看穿了一切，而且还在暗中准备着反击。原来这15年来，我才是那个傻子。他痛苦地说道。韩秀梅点点头，是的，你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以为瞒得天衣无缝，其实在我眼里，你们的表演很拙劣。那你为什么要照顾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死在医院里？陈建华绝望地问道。因为我要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真相，让你明白这15年来谁才是真正的傻子。韩秀梅的话冰冷如刀，陈建华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他这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。原来这15年来，他一直生活在韩秀梅精心编织的谎言里，自以为是地享受着所谓的爱情，却不知道自己早就被看穿了。程婉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。他不知道，而且你们也不会再有机会了。韩秀梅冷冷地说，他已经开始疏远你了，不是吗？陈建华闭上眼睛，彻底绝望了。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报应，什么叫做自作自受。这15年来，他以为自己是人生赢家，既有家庭又有爱情，却不知道一切都在韩秀梅的掌控之中。你恨我吗？他轻声问道。韩秀梅想了想，以前恨过，现在不恨了，因为恨是最无用的情感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离婚？陈建华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了。等你走了以后。韩秀梅的话简洁而残酷。我会体面地送你最后一程，然后开始我自己的新生活。陈建华彻底沉默了，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败了，败给了这个他以为很好欺负的女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陈建华的病情急速恶化，也许是心理打击太大，他的求生意志完全消失了。韩秀梅依然尽心照顾着他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程婉再也没有来过医院，他显然已经彻底抽身而退，开始寻找新的生活。陈建华有时会说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韩秀梅总是淡淡的回应，这些话你应该早点说。1个月后，陈建华走了，走得很安静，就像他生前的谎言一样无声。韩秀梅办完丧事后，程婉找到他，想要解释什么。韩姐，程婉显得很局促。韩秀梅仔细观察着这个女人，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眼圈发黑，显然也没有睡好。也许陈建华的死对她的打击也很大，毕竟他们相处了15年，感情不可能说断就断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韩秀梅的声音很平静，你想说你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想说你从来没想过要破坏我的家庭，想说这一切都是意外。程婉的脸色更加苍白了。韩姐，韩秀梅打断了她，不用说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没必要解释什么。程婉愣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最终什么都没说，转身离开了。看着程婉离开的背影，韩秀梅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。这个女人也是受害者吗？还是说她只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？无论如何，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1周后，
程婉搬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韩秀梅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楼下搬家公司的卡车把程婉的家具一件件搬走，邻居们议论纷纷，说程婉这个时候搬走是不是太无情了？毕竟陈建华生前对他们母子那么好。秀梅，程婉搬走了，以后你一个人住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楼下的王大妈上来安慰她，谢谢王大妈，我会的。韩秀梅客气地回应着，程婉这个人啊，平时看着挺好的，没想到这么薄情。王大妈摇摇头，建华对他们母子多好啊，这会儿人刚走就急着搬家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韩秀梅只是笑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送走王大妈后，韩秀梅开始收拾陈建华的遗物，他的衣服、书籍、工具，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15年的回忆。他把有纪念意义的留给女儿，其他的都捐给了慈善机构。整理遗物的过程中，他发现了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放着一些照片和信件。照片是陈建华和程婉的合影，信件是程婉写给陈建华的情书。看着这些东西，韩秀梅的心情很复杂，她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悲伤，只是觉得荒谬。韩秀梅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掉了，连同那些虚假的回忆一起化为灰烬。女儿雅琪隔几天就会打电话来关心她，问她有没有感到孤单，需不需要搬去和她一起住。韩秀梅总是说自己很好，让女儿不要担心。她确实很好，比这15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。同事们也很关心她，经常邀请她出去吃饭或者参加聚会。秀梅，你不能总是一个人闷在家里，要多出来走走。老同事李大姐经常这样劝她。韩秀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交圈子。这些年来，她的生活重心都在家庭上，很少有自己的朋友，大部分社交都是通过陈建华建立的。现在她需要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。她开始接受同事们的邀请，参加各种聚会和活动。起初她有些不习惯，总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可慢慢的，她发现原来生活可以有这么多种可能。秀梅，你最近看起来精神多了。在一次聚会上，老同学张华这样对她说，刚开始我们都担心你会沉浸在悲伤中走不出来，没想到你这么坚强。人总要往前看，不是吗？韩秀梅笑着回答，心里想着，如果你们知道我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，还会觉得意外吗？韩秀梅独自一人住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，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。工作上，她也开始有了新的规划。厂里最近在推行技术革新，需要有经验的老员工来带新人。韩秀梅主动报名参加了培训师的考试，她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女工，还是一个有能力、有价值的职场女性。秀梅，你报名培训师考试？车间主任有些意外，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，而且需要经常出差。我知道，我考虑过了。韩秀梅的回答很坚定，我想试试自己的能力。经济上，她也重新做了规划。陈建华留下的那些存款和保险赔偿，加上他这些年暗中积攒的私房钱，足够他过上体面的生活。最让他感到解脱的是，她不用再对任何人撒谎了，不用再假装不知道丈夫的出轨，不用再维持一个虚假的和谐家庭，不用再在程婉面前装出一副无知的样子。她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。现在的她有房子，有存款，有一个幸福的女儿，这已经足够了。房子是她和陈建华一起买的，但现在完全属于她。存款除了陈建华留下的，还有她这些年暗中积攒的。
数目比他想象的要多。女儿雅琪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过得很幸福，而且对她这个母亲很孝顺，很关爱。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晚上，韩秀梅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对面空荡荡的房间，心里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平静。以前的她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东想西，想陈建华是不是在程婉那里，想他们在做什么，想自己的未来会怎样。那些夜晚充满了痛苦、愤怒和不安，让她经常失眠。现在的她可以安静地坐在这里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享受这种宁静。没有人会打扰她，没有人需要她照顾，没有人让她担心。这种感觉真好。对面的房间空荡荡的，就像程婉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韩秀梅知道很快就会有新的邻居搬进来，生活会继续下去，而她也会以一个全新的身份迎接新的生活。这15年来，她第一次不用再演戏，不用再隐忍，可以真正做自己了。韩秀梅终于笑了，那是15年来第一次真正的笑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